咱们都20多年的哥们儿了，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0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哥们儿，还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在我心里，我拿你当哥们儿。你不是马上要去北京了吗？下个20年什么时候见？还能不能见着？都不知道。估计你也不太想见了。就当是告个别，行吗？我不管你在哪儿啊，反正我就一直在这儿。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京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除此，不要再不聊万海案的问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前两天打了个电话，跟我老婆，就又说起来，咱们上学时候这个学生会主席竞选的事儿。啊，说乔振兴那一票投给谁了？李仁俊，李仁俊那票投给谁了？也投给李仁俊。这事儿当个笑话说了20年，20年了。哎，你不好奇说当时我那票投给谁了吗？我跟你说说，我不好奇，你那票投给谁，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的工作更有起色了，就跟现在一样。你怎么看我，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快，代理2个字就拿掉了，我就正式成为东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好地维护法治统一。这句话不只是检察官的誓词，更是我的理想。不顺利。跟你说这些也真没用。一路平安。严书记，根据您的指示，指导组已经撤回来了。我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就怕他们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先手。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我们撤回来，
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炸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我喜欢打羽毛球，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4个角，充分地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奔忙，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这个战术好。钟这么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只有把讲关系、讲人情这个烂根切除，才能够搞好法治建设。回去啊，跟同志们好好说说，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下次打就连锅端。明白。今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此前，该案嫌疑人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基当庭喊冤。经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周密细致的核查工作，最终认定张文基不构成犯罪。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张文基被无罪释放。这一重大反转，体现了我市政法机关严格、认真、负责的司法态度，也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李姐您好，今天万海案公开宣判了，这是东平市扫黑除恶取得的重大成果。您能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思路和感想吗？万海案是一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高、舆论广泛聚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们检察院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有力高效地推动了案件的办理。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想请问，您觉得检察机关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呢？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就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会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我们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更好地巩固专项斗争成果，提升东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已经是满额状态了，没有办法再找人了。您已经是这个星期第5个跟我这么说的了，我就是好奇啊，整个江南市就都有这么一个律师啊？张律师啊，您是著名的律师，还是咱们江南市太小了？周老师，自从您丈夫出了那件事以后，学校的公众号下面有些家长留言恶评不断呀，视频号下面也是各种的闲言碎语，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的压力很大呀。但是他是他，我是我个人没有违法犯罪。这道理我完全清楚，可是家长不清楚啊。校长，我在这个学校兢兢业业教了快20年的书了，带过的毕业班每年成绩都是年级第1。周老师，您给咱们学校费了多少心，尽了多少力，我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作为校长，就不得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考虑了。这一点也请您能够谅解。现在很多学校都需要您这样的资深教师，特别是私立学校。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帮你推荐。乔依然最近和同学发生了很多冲突，为了他的身心健康，他最好也能换个环境，这样对他今后的成长也会有好处。万海案2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办案子是公检法3家的事儿，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补退补，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行使检察侦查权，我就要补充侦查。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万海，这是你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要是没有什么异议，就签字吧。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2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我能说，乔振兴的死，是不是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海案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张文清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张文京当年喊冤，万安，老条的死，我
能不能把这仨事儿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老乔之前查万海案，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查来查去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万海也不是黑社会。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我同意你把这3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海案真不熟，就这事儿还得。万海，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所以万海找了报复。这样啊，组长，我斗胆我给你定一下这个逻辑啊。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让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谢呢？所以，组长，我觉得万，王玉，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2次退步，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现在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现在谢已经接班，他被拿下了，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所以王是不是也重新补一下？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政绩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洪亮，你作为11部，思路没打开啊。万海案是什么样的案子？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果办成了呢？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典型。如果没办成呢？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所以洪亮，
告诉我，乔振兴到底动了谁的堂哥？假设东平的某些人，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那样王玉就可以拿回他曾经经营过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你的老同学。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假设，肯定是。虽然说你这个假设比较大胆啊，组织。别乱想，绝对不可能。肯定不，你这不现实，你这有的是。哎，挺会挑地方啊！哟，跑我这儿睡来了，当旅馆了这儿？路上不好睡。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6了啊。哎，你们不会这2天就走吧？我们这还琢磨着那个，你们不是要回去了吗？怎么也得给指导小组开一个这种践行会，小型的，咱们就在这个我们单位食堂，你跟组长汇报一下，定了没有？哪天走？我就是个虚职。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得问大领导去。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李姐，洪组长，小关，参加党组会的成员基本都到齐了。您看，我申请借用一下你们李姐买一小块。哎呀，那个再给我2分钟，马上我就上去。好嘞，好嘞，跟大伙说一下。那你们先聊。好。哎呀，快点吧，时间不等人呐，有啥事赶紧说。前2天不是张文京翻供了吗？搞得我们很被动，推进不下去了。我就忽然灵光一现啊，我就在复盘这件事儿。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你说动机啊，这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过，但你反过来想啊，这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就规定举报一个人的动机必须得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对吧？他也有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这没毛病啊。咋没毛病呢？啊，
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啊，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他等多少年？哎呀，他胆儿小啊，他害怕呀。那万海是啥人？黑社会啊。不是你胆儿小，那咱按正常人逻辑，要不然你报案，要不然你跑。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那奴性怎么那么强？这哪是奴性的问题，这是人性的缺失。再说你给他打工，那万海没少给他钱，工资挺高的。你从万海的角度，他是一开矿的，他哪知道该怎么经营？万海角度我不关心，我就关心王玉角度。他等啥呢？哎，等机会。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他就在万海身边等着报复的机会，这不让他等来了吗？什么呀？等着什么了？这不就那个万家灯火那个伤害案吗？你看说回来了啊，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王玉才拿这事儿举报呢，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用脑子想一想。这么晚了，食堂肯定又没饭了，咱又得回去吃泡面啊！不行就叫个外卖吧。进来。许局，这是您要的乔振兴的行动轨迹。哦。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啊，没了。秦风，加班呢，到我这儿来一趟吧，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就敬下两口一杯，好吧？来，谢谢小姨，祝福你们啊！谢谢祝你们白头偕老啊！嗯，早生贵子。王亮哥，谢谢。祝书记。哎呦呦呦！来，坐吧。对，赶紧。咱俩又凉透了。来。哎，你怎么着？有话要说啊？我是有家要请。啊。我们组长啊，刚给我发了好多信息，说今天晚上有个会，必须得参加一下。我这不回去有点不好。赶紧。是吧？谢谢理解，谢谢。好，多谢理解。那个什么，你做好这个桥梁工作，啊，尽量多协调，帮助任俊把万海案做成铁案。啊，那你们继续。好，小姨，我送他，没事。你赶紧跑，不好意思。好，您继续啊。您找我，秦风，来，过来坐。哎，上次周密干的安抚工作做得怎么样？字儿签了，不签也不行嘛。你是没看见当时那状况，我嫂子然然都崩溃了。徐姐，这案子真就这么结了吗？我哥真要就这么被定性了？哦，怎么又来了？上次不跟你说过了，你首先是个人民警察，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行了，送到这儿了，怪冷的，回去了啊。没事儿，正鬼鬼祟祟的。
你这个妹夫是万海的辩护律师啊？啊？这情况你们指导小组没掌握呀？看来我有可能需要批评一下我们亚平组长，这工作太不细致。他俩多长时间？有3年了吧？那个时候可还没万海案呢。啊，那是。3年前我在河源县检察院挂职，程子健是河源县的检察官，当然后来走了，我也算是他半个领导吧，多少对这个年轻人有点了解，干活不犀利，尽职尽责，人不错，要不然我也不能把自己亲妹妹介绍给他呀。你介绍的？啊？哦，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了。什么问题？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案，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洪亮，你有病吧？我哪句话说万海的这个辩护律师是我给他的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人程子健现在是东平市数1数2的律师，万海这么大个案子，人想找个好律师，这事儿有错吗？有问题吗？不是合情合理吗？洪亮，你这11部的职业病是不是犯了？怎么现在又不着急回去开会了？哎呀，恭喜你，经受住了组织对你的考验。我讲了个冷笑话，这个笑话一点儿都不好笑。哥，我拿到行路轨迹图了，你明天能不能陪我跑一趟？龙哥，可以进了。连心，来，上来，我有事跟你说。等一下，我马上切好了果盘儿。哎呀，你别忙活了，快点。来了来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给你个大的。哎，这个刚才也一直没找着机会问你啊。你说。你就说这么大房子，你跟子健你们俩的工资这还贷款，得还一辈子吧？是，这个现在年轻人这结婚都得要彩礼哈，但是不是得把握好这个度啊？这房子有点太贵了。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你嫂子什么也没要，我们这10几年这不也都过得挺好？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觉得这房子是我张嘴要的呀？不是要的吗？哎呀，你是这么看我的，李仁俊？你妹妹我在你眼里是这个样子啊？是不是了解一下情况？我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你们俩小点声，儿子刚睡。咋了你俩？怎么了？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老公他批评我呢。什么怎么能叫批评呢？今儿啥日子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我什么都没说啊。你没说？你不是说我爱慕虚荣吗？哎呀，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等我说，嫂子给你做主。我知道你为我好。这房子呢，之前我跟子健商量过，它确实太大太好了。那就像你说的，以我的工资是根本承担不起的。但子健他对我好呀，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送的？没花钱啊？对啊。
大哥。子健在天龙集团这些年，帮龙哥干了那么多事儿，追回了不少债务。他现在还是天龙集团的大红人呢。再说了，这个楼盘就是天龙集团的，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这要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而且我听说这楼盘现在可是走东平最火的呀，抢都抢不着。你这当哥的应该为你妹开心才对。再说了，这么大的房子，这以后你跟子健多生几个，这也够住啊。哦，对了，琪琪不是要上中学了吗？这门口就是市里面最好的中学。回头啊，你把琪琪的户口搁我这儿来，你放心，子健绝对不会反对的，是吧？叶欣，龙哥辛苦啊，龙哥，为你们高兴啊，为你们高兴。谢谢。抱歉啊，来晚了，请赶慢赶。天龙集团总裁程胜龙，这是我哥李仁俊。李姐，久仰。哎，幸会啊！这是我嫂子刘玉。刘准，终于见面了。你好。哦，这个漂亮的新娘子，红包拿去。李彦先，人家已经送你这么大房子的红包了，这你就别收了。一码归一码，龙哥坐。来，坐。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这个时代本来缺的就是人才嘛。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3栋房子不够。咋了？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我承认，我收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走到今天，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都是我犯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
果这水跟我哥肺里的是一样的，是不是说明咱们证据作假？是不是？是这意思。你给谁带？市局技术。哎，你给技术打电话干什么？让他们来啊，检测水样啊。检测这个水样？对。你哥上次那个水样是谁检测的？也是他们。也是他们。哥，那我怎么办啊？我找谁呀？现在？我找谁呀？谁能帮我呀？谁也帮不上我呀！哥，谁也帮不上我呀！怎么办呀？现在啊，哥，帮我想一办法。洪老师，咱们跟上面汇报一下，让咱们单位的人来。好，跟孙局长。行，跟你没关系啊，跟我们都没关系。行，别多嘴，哥。能让你们单位的人过来一点吗？我们人来不了，帮您忙行吗？拜托了。逃不了这情况还乱说。帮忙我行吗，哥？老冯，我们来这儿就是为张文静的事，你知道吗？求你！哎，哥，起来，起！小冯，求你，我听话来，求你了，我嫂子也不容易，哥，冤死他，冤死他。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了，我马上向领导汇报，在我们同事到来之前，一定要保护好现场。各位领导啊，这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万海，你态度好点啊！张文京的事儿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说得清楚的。今天省里面的领导又来了，张文京的事儿说清楚啊，配合一下。万海，你跟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不是说张文京的事儿吗？怎么又扯上王玉了呢？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其他事情不需要知道。你和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还行，没那么熟。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就是他们哥俩啊，刚在那个弄矿的时候，老来我这儿倒腾货嘛，不是一来二去的呢，他不就熟了吗？一想起来有个10几年了。你当初为什么要抢夺他的物资集散中心？赚钱呗。当时东平大多数的矿石得从他的货运站走。我一琢磨，这王玉拿着个货运站，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赚那么多钱，我就动了心思了，我就想买。既然你抢了，既然你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为什么还要留着他做经理？你不怕他在背后搞小动作报复你吗？你要是见过王玉本人，你就知道借他俩胆他也不敢。他怎么就心甘情愿地答应了呢？即便物资集散中心是贱卖的，但合同上能看得到，2000多万，他凭什么要替你打工？我咋能知道呢？这事儿你得问他本人呢。问王总走到哪，都喜欢玩两把。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外面好像欠了一大堆债，是吧？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赌牌，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如果，我是说如果，王玉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被追债的人达成了轻商，他迫不得已要降低价格出售他的物资集散中心，而这个时候，你压低价格买了过来。我这货运站卖5000万可以吧？你给我2500万，你这也太低了。王玉啊，你这钱要得太着急了呀，而且要现金，我可哪儿花了，东拼西凑我才凑够这2500万呢。你这不是趁我病，你要我命吗？你这嗑咋唠得稀碎稀碎的呢？就把你这俩腰子现在摘出来，你告诉我能卖2500万吗？我这2500万我投资点啥它不赚钱的？要不看在以前的交情，我管你是谁呢？啥交情啊？对半交情啊？这怪我呀？我听说咋的？张老板那边你欠一屁股积分不说，李老板那边也欠着一屁股积分，是不是要到还钱的日子了？就是因为快到还钱日子，有你啥事儿啊？哎呀，我还要你命，我这是救你命呢。你这样，你真想要，你给我那个实在价格。你来，你跟他聊吧。不是你，啥事儿啊，王总？咱都带诚意来的，有财搁这儿呢。你可东拼打听打听，谁能一把给你拿出2500万现金？那要不然你再合计合计。只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物资集散中心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王玉后悔了，想要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把你举报成了黑社会，诬陷你，强迫交易，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逻辑成立吗？这位领导，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被冤枉的，是吗？郑主任，这么问不合适吧？王海，真要是那的话，那你就得给我们说清楚，之前你为什么承认强买了？是谁让你这么说的？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情况？是不是有诬陷的行为啊？你要想清楚哦。各位领导啊，就别给我挖坑了。我之所以认罪态度那么好，就是想量刑的时候轻一点。我之前也说了，王玉不卖，是我想买，而且还动用了很多手段。那笔录里朴振兴死了，你知道吗？就死在你开庭那天。我在这里边，我上哪儿知道去啊？汪海，你这个案子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它现在绝不只是东平的一起扫黑案件，也绝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起来的案子。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的，我希望你坦诚一些。权利是自己争取的，机会也一样。万海，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如果物资集散中心是你的，娱乐城也是你的，有人要跟你抢，那你就要站出来拒绝他，与他们抗争。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谢谢你，但我身体真的有点不舒服，想休息一下。好，汪海，祝你早日康复。文静。辛苦。谢哥，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跟谁也别说，包括你嫂子。记着了。给冉冉养着吧。如果说今天晚上我们送去的这个水样，和之前他们给老乔测的水库的这个样完全一致，组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说老乔这个第一案发现场到底是哪儿？这不光是案发现场的事儿，这说明上次送的水样有人从中作假。这话领导可是你说的。洪亮，我认为有必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说话呀！可是有一个小问题啊，组长，就是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我约摸着也就是10点，差不多就结束，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2次尸检。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留了张纸条。不是说会回来找我吗？你呢？你跟程景松怎么会突然跑到墨城来说蓑麻草啊？你消失之后，我去了李阿姨家，见到了可可。可可的耳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
这是我母亲的坟。哎，到了。哎，请。程经理，你和阿德就住这间房子，对面那间呢？哎，留给王倩姑娘。麻烦你了，寨主。哎，不用。谢谢寨主。好嘞。叔爷，希娜从小到大你那么宝贝，真的说嫁就嫁了？我有什么办法？这个阿贤呐，一言难尽。哦，晚上到我那儿吃饭啊，到时候咱们再好好聊聊。倩姐没跟过来吗？去哪儿了呀？还能去哪？问你个事儿啊，这个阿贤，他不就是之前老去豪庭那公子哥吗？他也盯上荨麻草了。荨麻草多值钱呀，大家都来抢。小时候家里很穷。我妈为了养活我，把我留在了孟城。她自己到外头去赚钱，一走就是很久。记得她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要生一场病，等病好点了，就又离开了。那会儿大人们跟我说，是我们在外面做的不是什么好事儿，是在给毒贩留人体引毒。时间它是无法抓住，时间是感情的。那会儿我也不信。光阴是大地的温存，故事是人生的归宿，度过是人生的过渡。长大点了，我才知道，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在那之后，我妈不愿意干了，偷偷的跑了回来。可是毒贩却不肯放过她，狠狠的打了她一顿。在打她的时候，她体内还没来得及排干净的毒包破裂了。就这样，她死在了我面前。我妈死了以后，那个毒贩走过来对我说：“做我儿子吧。”马洪涛，你知道吧？他就是我的养父。这些年，在红瓦，他生意做得很大。可是他手下那几波势力，因为利益纷争不断。现在，他被他的外甥刘冰给架空了。好，我知道了。
怎么了，曹大？程景松和林强在孟辰庙寨撞到张显赫了。张显赫，没想到我们找了他这么久，这小子竟然自己撞枪口上来了。那我们赶紧通知孟辰警方配合抓捕吧。先等等，不能打草惊蛇啊！张显赫背后肯定有大鱼，不管他背后是谁，只要拿到荨麻草代理权，这条线上的线索就一定跑不了。通知程景松，让他们无论如何想办法，一定要拿到荨麻草的代理权。是。秋后之前抓走的方林，会制作一种不需要麻黄草的新型病毒，而这款新型病毒需要大量的催化剂，也就是荨麻草。方林现在落在刘冰手上，刘冰要想产这种新型病毒，就离不开荨麻草。我现在不知道刘冰在哪儿，但只要我掌握了荨麻草的货源，就一定能摸到他的行踪。那找到他之后呢？你刚才不是问我可可的耳朵怎么回事吗？刘冰为了避免后患，一心想要除掉我，派人抓可可的时候，可可受了伤。我不会让我亲近的人再受到伤害。阿贤哥，那个就是你之前提到的女孩吧？你怎么跑出来了？我来叫你吃饭呀。我阿爸叫了2个叔叔来家里，是要商讨一下咱俩的婚事。一切从简，尽快举行就好了。那可不行，我的婚礼一定要是最风光的。希娜，啊，还有一件事儿，要你帮忙。好呀。原来马红汤已经被架空了。在背后想通过陈华药业大量收购荨麻草的，应该就是刘冰。他找刘冰是为了报复吗？张显赫说的是真是假，现在还不知道。我觉得他说这些是为了解释他的处境，没有理由骗我。总之，你告诉我这些信息，我会及时汇报曹大。曹大刚才给我们下的指示，现在首要任务是拿到荨麻草的代理权，这样才能尽快查到这新型病毒的线索。这件事，警方不方便插手，只能靠我们自己。怎么了，叔爷？有心事啊？是希娜的婚事儿？怎么舍不得？舍不得归舍不得，他们要结婚，我也不反对。只是阿贤那孩子啊，哎
今天在前厅，我看你对那个阿贤，都不冷不热的，看来果然是因为这个发愁啊。阿峰，叔爷就告诉你，阿贤的妈妈是运那玩意儿的，万一他又走他妈的老路呢？叔爷，这事儿应该不至于吧？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不能让她冒险啊！要这样，你如果真的反对这门亲事，那我倒是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哦，什么办法？办法不难，但您必须听我的。这能行吗？太离谱了，这事咱不能干。你别急，我跟债主都商量好了，咱们只要想办法把婚事搅黄就可以。要不，咱再想想别的办法？那我是没招了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汪倩姐姐，你是来找我的？嗯，进来吧。汪倩姐姐，这是我熬的鸡汤，你尝尝。谢谢啊。你要结婚了，恭喜啊！谢谢。哦，姐姐，这汤里我还加了阿胶，补血的，对女人好。你快尝尝，一会儿凉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汪倩姐姐，我经常听阿贤哥哥提到你，我想，既然我们快结婚了，那我也应该来认识他的朋友们。你是想认识他的朋友，还是想从他朋友这儿了解他更多一些？我看你是个好姑娘，和你说句实话，张显赫这个人没你想的这么好。其实我和他之前好过。之前啊，我跟你一样，单纯无知，这没过多久，他就把我给甩了。阿贤哥哥怎么是这样的人啊？你跟他这段时间接触，你就没发现他对你忽冷忽热的？嗯，而且从来不当着你的面打电话。是啊。还喜欢一个人坐在那儿，不知道在琢磨什么。有。他说你是他的唯一，其实你只是他的1%。我没想到阿贤哥哥是这样的人。汪倩姐姐，那我以后该怎么办呀？你还没看出来吗？张显赫和你结婚，就是为了熏马草。一旦你把熏马草给了他，你连他的人影都见不着了。你可千万不能再走我的老路了。我听姐姐你的。汪倩姐姐，还好遇到你了，要不然我……没事儿，都是过眼云烟，找机会出去散散心，就都好了。啊。汪倩姐姐，你是不是过敏了呀？你脖子上起了好多小疹子。是吗？我说怎么这么痒？我去看看啊。
欣娜，啊，我脸也红了，感觉好像过敏了。那你再好好看看，是不是汤里的草药过敏了呀？草药？不是阿胶吗？哪有什么阿胶呀？那是我们寨子里特有的灵葵草，要是吃多了，就是让人过敏的毒药了。你说什么？我逗你呢。你放心吧，这东西不伤身，你脸过2天就好了。你是故意的？啊？我有句话还想和姐姐说，这阿贤哥哥嘛，是我认定的人，所以我不在乎他的过去，因为我才是他的未来呀。就算他过去有100个女人，我也不介意。至于别人嘛，就别惦记了。你俩一直补水啊，不能停。张显赫，你必须把这件事给搅黄了。你不是昨天才说？你闭嘴！我告诉你，陈景聪，你要是抢不到军马草，你别想给我回岭南。他脸怎么了？阿贤哥，怎么样？搞定了？搞定了。我喂了他灵葵草。你喂他灵葵草？怎么？你心疼了？可是我要是不这么做，我怎么拿到手机啊？哎呀，你看要不要听啊？说吧。我在他手机里看到有个叫吴红的人给他发了几条短信，求他说蕁麻草的事儿，是他老板吗？吴红。阿贤哥哥，你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可都完成了。那你的任务，你也要加把劲儿啊！3天后的事儿，你可不能给我掉链子啊！放心吧。大哥，今天这场真好啊！你看这十里八村的小伙们都来了。看那个铜锣，一会儿寨主会敲响它，就开始了。从这出去，右拐，穿过半个寨子，你只要第一个冲进希娜房间，按照风俗，他们的婚事就被搅黄了。看你的了。你怎么来了？怎么了？你真的会去？是。既然你铁了心了，我只能祝福你。
今天你哪儿都别想去。正式开始。你快上啊！你快去啊！你干嘛呢？把张显赫拦住了！你给我！你要不去，张显赫怎么办呀？给我！我让你玩结婚，我看你怎么收拾。你还假装当我结婚了？你爹又不知道，你现在跟吴红混，你来这儿就是在替他办事儿。你怎么知道？别拴了！别拴了！怎么是总经理啊？哎，你们帮我把门堵上，去堵上门啊！哎，堵门啊，别让他进来。希娜呀，你别哭了。我当然是希望你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但都怪这个阿贤不争气呀。我看程经理这个大个个挺好的，是不是有点做得太过分了呀？哎呦，好了，爸爸不会强迫你的啊。好了。债主，实在是抱歉，我们做的太过分了，没有顾及希娜的感受，我再去给她道个歉吧。不用，哎呀，谢谢你啊，程经理。叔爷，那咱们说好的事呢？哦，好。哎，浪源，哎，大哥，陈经理，去呀！那荨麻草的合同到手了，赶紧签呀！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阿贤哥，希娜，对不起啊，我失约了。嗨，有啥对不起的？我知道我阿爸他不喜欢你，所以不愿意把荨麻草的代理权给你。
再说，咱俩结婚，让我阿爸把荨麻草给你这个事情，就是我想的。结婚本来也是假的嘛。你这就走了？是啊。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这代理权咱们差点就拿到了，你就这么放弃了吗？我会想办法的，你放心吧。行，那我帮你收拾东西。阿贤哥，没有人会平白无故的对一个人好。我对你好，是因为觉得你值得。咱俩从小就认识，无论寨子里的人怎么说你和你妈妈，你们在我心里都是最善良的人。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跟你说。我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虽然你结婚是假的，但我真的喜欢你。我也希望婚礼能是真的。欣娜，对不起。你怎么一说对不起啊？不知道下一次我们还能什么时候再见面了。我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也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爱你的人，一个真正值得你爱的人。曹大，程景松发来消息了，他和林强已经拿到了荨麻草的代理权，准备回岭南。好。接下来，程景松和林强会以荨麻草代理权为筹码，打入陈华药业，打探荨麻草的流通情况。另外，林强这边还会继续盯紧吴红。这是根据情报新出现的关键嫌疑人刘冰。王爷，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
送到这儿了啊。我们的人到苗寨之后，张显赫已经不见了。不过你放心，只要他还在孟城，我们就有办法盯住他。好的，那就麻烦你们了。走了，一路平安。一路平安。路上慢点。红姐刚刚给我发了一个地址，让我们再接上一个人，一起回去。